的，到时间了。我们今天这节课继续来探讨怎么样去丰富我们的画面效果。我们开始之前给大家分享的作业图包里面是一些参考素材，然后我们这节课用到的这个作业图还是上节课的这个小人这个图，好吧？还是上节课这个图。那么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如何去给这个如何去掌握这个色彩，如何去给画面增加如何去把握色调。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具体看看到底怎么样把它运用到我们的这个绘画中，运用到我们的创作过程中来。首先我们这个绘画思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这个绘画思路。一般来说就是先画一个线稿啦，然后确定一下你大概想要画的内容，然后铺固有色，然后就是再下一步，固有色这一步大概就是确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明暗关系，确定一下我们的这个色块之间的这个明暗形状构成之类的关系。然后是这个你的这个颜色，固有色、底色、铺底色，比如说这张图的参考，你可以，如果你不知道什么颜色的话，可以找一个这个参考去看一下。比如说这张图的用到的参考就是这个颜色，那么我们大概这个环境色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的亮部是亮部的光源是什么颜色，然后暗部的颜色又是什么样配色，你可以去找一些参考去看一下。我们这里找一些比较简单的，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图片去示范一下。那么我们上一节课也有给大家讲过，如何用石膏球去用这个石膏球体去找这个明暗的关系和明暗色调，对吧？那么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找色调这项技能运用到你的人物当中去，能够更好的去分辨这个光打在皮肤这个颜色上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倾向，打在这个衣服上面是什么，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明暗关系，或者是打在这个头发上面它的明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要把它分别运用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材质球上，不同的这个色调颜色底运用到不同的固有色上面，这个就是打光和找色调这一步。那么我们在大概找到这个大概的这个色调之后，其实我们这个打光也就是增加体积感，增加细节，对不对？我们之前强调过，这个球打光就是强调亮灰暗亮暗，然后中间过渡色亮灰暗三个部分，强调给我们的这个人物，给我们画的这个内容一个体积感。那么最后一步就是风格化或者说细化，更细的进行一些对画面进行更细节的处理，也就是你最后你在确定你的基础色调和大概的这个黑白打光明暗之类的这个构图这些基本的元素都确定之后，你要在这个基础上去把用尽所有的力气和手段，把你想象到的方法都可以尝试去运用到你的画面当中去。比如说常色，我们不是喜欢常色吗？各种常色，然后比如说这个增加一些很多细节闭塞呀，比如说这里会有一些闭塞，然后抽一些发丝出来，或者是具体细节的这个色块当中更细微的一个色彩变化之类的。然后你可以加一些点缀的元素，比如说这个小发卡之类的，然后这个衣褶的这个细节，这是我们最后这个风格化或者是细化的时候需要去考虑或者是增加的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背公式，或者是在最后一步的时候就不要去过于拘泥于什么方法之类的。你可以用
它是很灵活的，你主要是看你想要去怎么样去表达，比如说这个有的同学会什么加模糊效果呀，或者是加一些特效，比如说像这种，然后还有什么像这个很惊讶的人的这些小的排线，对吧？他现在会有一些小的这个排线去表现他的这个人物惊恐的表情，或者是这种很惊讶的瞪大的眼睛，去表现他的这个特殊的情绪，让我的画面有冲击力。再比如说像这个前后阴影很拉开这个阴影的这个画面空间感、距离感，去表现它的一个动态的这个效果。这就是也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去丰富我们的画面传递出来的信息，丰富我们的画面的完成度。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作业，好吧？然后就是色彩小稿，像这个就是在。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创作思路。首先我们在画它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思路理清楚了，好吧？你在画的时候，你要清楚你每一步到底是要去干什么。那么下面就是色彩小稿。那么我们在画之前天，点错。怎么跑到这儿来？那么我们在画之前，首先可以去做一个事情，就是去找你的这个，先找你，如果你想要创作的话，你首先要找这个色调，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一下前面几节课讲的，综合运用我们前面几节课讲的很多的知识，比如说色彩构成，还有这个光的这个打光的这个环境色呀。环境对我们这个光的影响啊之类的，综合运用这些知识点去分析我们的参考图，然后把参考图的这个色调之类的去想办法去把它还原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没有把什么颜色画的全都是一模一样。比如它这个是红头发，但是我们这个是黑头发，但是黑头发就不可以参考了吗？仍然是可以参考的，对不对？我们只是参考它的这个光的氛围，只是参考它的这个打光的颜色，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去参考。我们去找参考，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参考，但是找参考它不是说抄照片或者和照片画的一模一样，你要把这个参考里面吸引你的地方或者有用的东西，提取出来。比如说像这张，它的这个氛围很强，它的这个光的感觉很有特点，颜色很干净，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的这个把它吸引你的地方去提取出来，再应用到你的这个把它提取到这个色彩小稿里面。比如说它的这个颜色很有特点的这个颜色，首先就是背景的这个颜色，然后就是这个光很干净的这个光影，对吧？你要把这个颜色呈现到这个里面去。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看一下。当然我们在打光的时候有两种，其实这个也不是固定的答案，它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去这个手搓这个光影，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只是一个方法和过程的问题。后面的这个结果或者是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是走的路不一样。比如说像下面两个就是比较经典的，是用涂层打光涂层去用打光的涂层去还原去分析这张图片。然后像上面这张就是一个直接手搓的一个手搓的光影，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是有一些不同的。但是像创作这种东西，它是肯定是它是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固定答案的，对不对？没有说只有这个就是对的，或者这个就是错的。我们在做作业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我们老师在改作业的时候也是它只是一个合不合适，或者说怎么样会更好，但是没有绝对的对或者是错。因为绘画创作这个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你自己去表达自己想要
都是你通过自己的语言去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呈现到画面上。我们去讲这个方法，其实只是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去通过就像写作文一样。那你写作文，我们画画这个很像是写作文，就像你想要写作文，你想要写一件事情，或者是表达一个什么中心思想，那么你一个同样的一个作文题目，肯定会写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写出很多不同的这个做文章，对不对？那没有说什么文章必须写成什么样子，那不就是八股文了吗？那么我们鼓励大家自由创作的话，我们在同学们在群里面之前也有人问说，这个上一个题目也有同学问说，这个背景的颜色明度有没有什么确定？那我们之前说明度要确定，因为是我们是在去练习，我们是要练习某一项技能，那么我们肯定要控制其他的这个东西，去专注的只去练习一样技能，对不对？那么我们后面在创作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综合的一个作文，综合的去表现方式，比如说你的这个。你的作文不仅仅是要有好词好句，你的这个文章还要流畅，你的这个文字的这个表达内容要流畅，然后你的修饰词什么什么的也要稍微好一点，这个都是综合考虑我们的这个最后的结果的。所以说这个它不是说这两个不是步骤，或者是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两条路。我们同学可以明白吗？这是两条路，两个选择方法，你可以选择一个，也可以交叉着去使用。比如说直接手搓，或者是直接打光的话。它可能会更无脑，或者是不是更无脑，就是更基础、更方便一点。尝试理解中，就像一个是议论文，一个是记叙文，你去表达同样一个中心思想，或者你想画一个东西，你有一个灵感，那么你可以去围绕这个主题写一篇记叙文，你也可以围绕这个主题去写一篇议论文，对不对？最后达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都是表达这个作文题目，表达这个中心思想。那么这个就是两种不同路，你可以互相影响。或者是选择其中一个走，所以这个主要的，我说这些主要是想让大家不要去迷惑，因为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迷惑，我做这步到底是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事情？你在干明确你要干你这一步到底是在做什么？不要去做无用功。我们上一个标题不是说吗？减少无效细化，以整体效果为重。那么我们主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你每一步到底在做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再来看，他们两个的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得到目的的这个方法是不同的，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好吧？那么我们画的话，这两种方法都要掌握。等一下，找一下哦。画画人至暗时刻，我又找不到我的图层了，对不起啊！图层，我刚才放的东西怎么找不到了？可恶！每天都在疯狂的去找图层。算了，我们看这个吧。比如说这几个例子，就是都是一些这个参考，然后我们这个是色调的一个参考。比如说像这个是一个黄色，它的环境色是这个比较旧的，这个比较古典的一个色调，对吧？然后你这个人物此时在这个场景中，它又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光影，又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颜色？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颜色？这就是我们色彩小稿的时候，打草稿的时候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分析你这个人物在这样一个
环境里面，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搭配，怎么样去表现？比如说这个人物在这个像这又是另一种光影，对不对？这是一个聚光日落灯或者聚光灯打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作文又应该怎么写？你的这样一个大纲下，你这个人物又应该是怎么样去呈现这个把这个人物放到这个环境当中去？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上节课的这个作业的升级版，对不对？我们这个作业只是一个单纯的纯色。这个上一节课这个作业是让我们单纯的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这个人物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体现。那么我们这节课的升级版就是它有光影、有亮暗、有多种不同的色调、有复杂的色调之后，又应该这个人物在这里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它会是上节课说难说早了。上节课其实不难呀，真的不难。我们要大胆的去尝试，对不对？其实它就是一件事情，你不去考虑这个，你不去考虑进阶内容的话，它上节课其实只让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找一个背景颜色，然后把这个人放进去，对吧？只是让他放进去之后，让他整体和谐。这其实我们上节课只让大家做了这一件事情，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要做一件事，但是它背后支持这件事的理论很多，所以看上去可能会有点复杂。那么我们回到 PPT，好吧，这个是，等一下，我好奇怪啊，我找一下之前那几个图层，我记得应该在这里的，我不相信，我要在。难道是被我不小心删掉了吗？怎么没了呀？ちょっと待って。我不相信。找到了，好像找到了。啊，在这里，藏在这里。对不起，刚才没找到。斯里马塞。啊，其实就是我们的综合起来看，我们同学应该能理解这一步是要做什么吧？就是要分析，找到这个参考图，然后把参考图的这个光影分色调分析到你的这个简单的小稿上面。这个作业我把这个小稿的这个图层 PSD 格式都给大家了，所以我们大家直接就可以拿到这样一个人物，那么就排除了其他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专心的去思考这个色彩方面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给的这个参考图，上节课已经给到大家了一个参考图，然后这张有一点难，然后我把这张删掉了，换了另一张，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好吧？我们参考图都在上一节课的这个图包里面已经都给大家了。然后包括这个人物的图层，在上节课的参考图包里面也有。然后这节课给的主要是这节课给大家的主要是这个审美的这个让大家赏析的一些好看的图片，我们可以多看看，对我们的画面灵感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灵感大爆发。要不要我带着大家去画一遍这个东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好，这个是我们的参考图。那么首先我们拿到的这个作业图是一个这样子的图，对吧？当然它没有标准答案的，你可能不用说和老师画的一模一样，它是你的这个。它是我们同学的这个是经过我们自己思考之后得到的这个东西。对吧？我们本来的图片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做个示范。先把这个图片还原一下。
好，我们首先要把你的这个颜色，把你的这个图层分好，你的每一个色块它是什么东西，比如说你这个头发它的形状，你至少要把这个色块的形状画好看，烧边效果我现在就是给大家从头开始重新演示一下。刚才那个我整理一下图层，我们现在重新开始，我们重新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好吧？那么我们刚才在这个 PPT 里面有讲过，我们的流程步骤。我们看这个步骤，首先你要有一个差不多这个线稿，对不对？然后上色，每一块的固有色铺好，保证它的形状要像那么回事，不要马虎，每一层该是什么样子首先把你的思路理清楚了，然后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图片，先把其他都删掉。好，我们把图层分好，首先是头发的图层，对不对？然后眼眶的图层，然后下面还有这个眼球的图层，它衣服上的小装饰这个图层，衣服，然后皮肤，对吧？虽然说这看上去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但是记住，往往是忽略了这个很小的点，你到后面会越画越乱，后面的图层越画越多，然后慢慢的你就丧失了耐心，你就会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慢慢的就画着就不知道画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每一步到底是在做什么，每一步到底是要去做什么，该去做什么。好，那么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这个简单的整理好的图层之后去分析，去看一下这个参考图。那么首先是它的这个离远了你也看，首先它的背景，这个时候又要用到我们这个第一节课，我们从第一节课就开始给大家强调换一个大一点的笔刷。我们从第一节课就让大家去练习的一个东西，就是能够相对正确的去分析提取你的参考图的这个颜色，对不对？爱心、比心。我们第一节课给大家从第一节课让大家去锻炼的一个技能，就是能够大概的去分析出来你的这个想要的这个颜色，贯穿全文的第一节课。对前面的，因为基础是很重要的。其实往往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看上去很简单的东西，它可能就像一个非常重要的某个定理，它是贯穿了你整个学习生涯的。但它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很容易忽略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掌握好了这个基础的话，那么你很多时候就可以做的比其他人要更好。那么最基础的就是对颜色的把握，的把握，我们画画人要有对颜色要有一定的敏感程度，好吧？先大概把背景大概还原一下，不用画的一模一样，对吧？你把它大概的这个感觉还原一下，是不是和第一题一模一样？和第一题一样，你就把它这个颜色找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环境色。像这张参考图的话，你具体分析一下这张参考图，它的这个周围的环境氛围色是很强烈的。比如说像这个你看这个阴影部分，的颜色是一个冷色调很重的一个冷色，对不对？它是受到这个环境色影响是很重的。我们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吧？具体分析的话，就是这张的这个参考图，它的颜色，它的这个氛围色是很重。那么氛围色是什么东西？氛围色不就是我们上一节课在这个题里面让大家去练习的一个技能吗？就是去把握这个氛围色的强弱，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综合考虑我们的各个练习，让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是让大家再去练什么东西，到底要去练什么，然后练这个东西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会用到。
然后就是分图层的去把它的亮灰暗做出来，把它的体积做出来，亮灰暗。那么这个也是上一节课强调了这个体积感的三个基本要素，亮灰暗三个基本要素。那么这个顺序随便，总之你努力做到减少被其他的这个东西影响就可以了。首先固有色你可以稍微的这个去调整一下固有色氛围对，稍微调整一下氛围对固有色的这个影响。比如说这个氛围是这种绿色，那么你可以还是上一节课的，因为正常越到后面大家越容易跟不上。你们能坚持到现在是很棒的哦。然后这也是我们上一节课让大家去练习的一个东西，就是增加固有色对这个人物的影响。多试几次，多试一下。其实像这张的话，它的这个氛围色，亮部的氛围色不是很多，更主要的是暗部的氛围色可能会比较多。这样其实差不多可以了，好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稍微有一点细微的色相变化。这个图层稍微有一点细微的色相变化都是可以，因为总之后面都还要去调整的。然后眼睛的话，这个都是你自己判断，你觉得怎么样好看就行。这样完全可以了。然后先从头发开始，头发的话，剪辑模板，首先是阴影部分，最近喜欢用这个笔刷。首先是阴影部分，那么我们之前讲这个亮灰暗的时候强调过，最基础还是先从最基础的东西来说，就是暗部的颜色往右下角取，对吧？你先不管别的，你先往右下角把这个明暗关系先找一下。比如说假设这个光源的方向是这个地方的话，对不对？那么你先把光大概的这个光的影子找到。小技巧，头发这里头发的影子，你可以多用一些圆形，或者是多用一些这种不同的形状去画，不要画直的颜色。那么它的这个头发的阴影一定要这个基本的这个素描的体积关系，我们同学应该都知道吧？不知道的话就要多练习。一般来说，我觉得我习惯是画成这样。如果是这样一个角度的光照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我同学判断不好判断的话，可以去找一些参考。有经验了就知道该怎么画了，没有经验就去找参考。总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当然我们这是小稿，所以不用太纠结太多的细节，后面再去纠结更多的一些什么细节。那么大概这个样子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阴影部分。那么亮部的话，可以加一些这个暖色。调色，第一节课也讲过怎么去调色，怎么样去调色。注意，这个人本身他就是一个黑色的头发，所以他的头发的亮部可以不用。这个黑头发的话，它的颜色明度差异不会太大，可以轻轻的去刷一层，然后吸取一个相对中间的颜色。好的，这个是亮部。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注意很多细微的这个色彩变化。那么那个上一节课还强调的一
件事情，就是环境色你的画面的这个纵深、深度、环境的颜色。那么我们回忆一下上节课讲的内容。那么环境色应该怎么去取？怎么样让它的这个颜色融入我们的背景里面去？怎么样让它和谐？是不是这个环境的这个氛染色被环境我们的这个颜色会被环境稍微有一个染色的这个效果，对吧？好，这个是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像这个阴影可以稍微浅一点，然后多画几层也没关系。一开始画的时候记得千万少用涂抹，最后再用涂抹。前面如果用涂抹很容易把它画脏，千万要少用涂抹，多用色块。色块怎么去掌握色块？我们第2节课色彩构成的时候有讲过，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可以去回看一下色彩构成讲的这个内容。好，刚才处理了一下亮部的这个环境色，那么我们暗部的环境色，头发觉得有一点太蓝了。因为我们现在只处理了头发，对吧？其他的这个环境，其他这个脸啊或者衣服呀，还是一块白纸，还没有去处理。我们后面整体再去进行整体的调整。我们现在暂时先这样，这个是我们个人感觉来说。其实我感觉我是就是想要这样的效果，就是想要这个头发被蓝色这个，我是想做这样的效果。我是想要像这种头发被周围的颜色染色的这个效果，对吧？我们看自己的这个，看你自己到底想要去做什么样的效果，看你想的，看你的这个个人喜好，好吧？好，然后是这个暗部也是稍微受到一点这个环境的影响，包括像这里的这个后面的头发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如果你觉得太蓝的话，你自己画的时候就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喜好再去进行调整。好，我们大概头发是这样一个处理的效果。然后是这个脸还是右下角取暗部。这个二分的话，我们不是参考，不是完全和这个一样的。2分我们根据它的这个结构去画，大胆一点。好，这里是暗部，这里有一个袖子的这个。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衣服还没有画，所以你可能会感觉它的这个有点太黑了，对吧？我们把整体都画好之后，再去进行更多细节的调整。我们的这个色彩小稿的话，它只是确定一下大的这个，确定它大的这个关系，大关系可以大胆一点都没关系的。这个时候眼睛很明显，眼睛这个暗部的眼睛是不是也要按下来？直接涂了眼睛暗部的眼睛。好，暗部的这个睫毛，如果想把它的这个视觉对，我们在一开始画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纠结细节，我们先把整体处理好之后，再去回头去检查。然后这个亮，你可以这个时候你又可以做一个选择，就是你想把这个焦点聚焦在亮部还是暗部。如果是把焦点，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亮部的脸可能会
面积会更大一点，更容易注意到亮部的这个眼睛。那么我们可以相对的把暗部的这个颜色的存在感降低，把它让它稍微融入一下这个，让它更融入暗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色调，让它不那么明显。比如说把它的颜色把暗部的这个眼睛画灰一点，这样我们的视觉更多的聚焦在这个亮部的这个地方。然后眼睛睫毛的话进行一些处理，比如说它会透出下面眼睛的一些眼睛的这个颜色。我们睫毛是透明的嘛，稍微进行一些处理。然后就是衣服，还有一个是衣服也很明显，暗部往右下角，它会受到这个剪辑蒙版。好，阴影部分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参考图，很明显，阴影部分它这个是受到环境影响很强烈，它的纯度会比较高。那么我们还是往右下角去取，那么它的这个投影大胆的去画。啊，这个是它的这个投影，大概是这个样子，嘎吱窝。好，这个是大概的这个衣服的投影。那么我们现在画的是暗部，那么亮部的话，它受到一个暖光，对不对？那么我们的这个亮部的光，还是回忆一下一开始讲的怎么去调整，怎么去主观的去调整去使用你的这个颜色。通过调整 HSB 值，怎么样去用 HSB 值去调整这个你的这个色彩。它其实有一点点偏红，或者是偏暖色的感觉。试一下，大胆的去试。反正画画就是要一个大胆，然后你试的越多，你越敢画，你后面就得到的这个训练就越多，那么你就更容易去总结归纳的发现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你越不敢去画，那么你就越没办法进步。大概把它的这个亮暗的色彩倾向、亮暗的黑白关系确定了，然后继续增加环境色，那么我觉得它的，你看它的这个暗部是不是可以再多受一点这个周围的环境色的影响？那么去增加一点环境的空气的感觉。像这个地方，再比如说这个嘎吱窝这里的话，因为它整体这个参考，类似于是在像这些地方，因为它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它整体是周围的这个亮部很多，受到周围亮部的影响比较多，所以它虽然是阴影，但是整体的这个明度都可以。哎呦天呐，锁定一下，它整体的这个明度都可以稍微亮一点。弱化我们亮部的这个明暗的冲突，把我们的这个焦点，它这个明暗关系的焦点聚焦在这个脸部周围，好吧？还是去做一些这个细微的变化。好，这个是我们大概是稍微修一下形状，还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你的色块形状一定要好看，不要尽量去做到让你的色块形状也要构成要好看，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就像呼吸一样，需要像呼吸一样时刻去注意的事情，我们要培养这个意识，好吧？这个是衣服上的投影，
我们再看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参考图，这里为什么这里的阴影是偏红的呢？因为它是受到它这个假发的这个影响，因为它头发是红色嘛，所以会对周围有一个自身的反射，所以它这里的颜色可能会偏红或者偏暖色。但是像我们这里的这个颜色可能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的不会受到这个假发或者其他颜色的影响，所以你可以不用把像这些东西这些可以不用完全把它这个复刻过来。我们主要是学习它的逻辑，不是无脑的去抄，我们要去经过大脑的思考，去思考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然后同样的环境场景下放到我这里，它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的。这个是这个色彩小稿，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再渐变稍微再细一点。然后这个这个眼睫毛这里，好，这样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这样就把这个的这个感觉复刻了一下。然后脸部，刚才脸部也可以再增加一些细节。我们刚才脸部还没有画环境色，对不对？把阴影画多一点，都可以。时刻注意色块的好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个色块的这个形状，它是一个非常根据这个经过一些处理的一些比较流畅的一个形状，对吧？它不是随便画上去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脸部它也会受到环境色的影响。那么脸这个时候还是环境色，还是这个周围的这个饱和度比较高的这个绿色。那么还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去调整。看一下绿色、红色，现在是什么颜色？吸一下原来的颜色，这个颜色往绿色去偏，那么它们大概是一个对比色，那么往左右偏都差不多。那么我们随便去取一个这个比较浅的颜色。好，这个就是周围的环境色，对吧？可以看出来吗？它有一点点颜色，有一点点变浅了，它是周围的反光颜色。像这个地方的颜色也是。像这个胳膊，它是远离视觉中心的地方，你可以让它的颜色和这个暗部更融入一点，让它的存在感不要这么强烈。甚至你直接用这个灰色都可以，让它不要成为抢镜的那个，让它不要那么抢镜。好，这里也可以有一点点这个阴影。当然，这个阴影的话，就是因为它整体是在一个亮的地方，会受到周围很亮的这个影响，所以它没有这么暗颜色，可以稍微进行一些这个自主的调整，让它和周围的环境相处的融洽。我们是好朋友，要融洽相处。那么明暗交界线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光的这个散光，对吧？这个是回忆一下我们画石膏球的时候，明暗交界线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一个强调？那么我们在画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可以用色彩加一点重色，用这个色彩或者是用这个明度或者是这个纯度去提高纯度和明度，去增加这个明暗交界线之间的这个颜色的变化。具体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石膏球的结构，这个就是石膏球的这个明暗交界线的这个部分，对吧？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这是因为这个细微的变化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画面的颜色变化更明显。好，然后是这里稍微的处理一下。好，再加一个暖色的这个边缘线，这里也可以稍微加一点。这个时候我还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一点这个边缘线。好，增加一个颜色的色阶的变化，注意我们线条要流畅。好，那么不仅仅是脸，我们的衣服也可以加一点这个自己的这个处理，比如光感的变化，比如说明暗交界线，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暖色的这个过渡。
啊，这样看上去它的颜色就会更丰富了很多，对吧？注意，我们线条要流畅，一笔画下来，不要，这个也是我们要练的一项要掌握的一个技能，就是线条要流畅，一笔画下来，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也是基本需要掌握一些基本功。这样这个是明暗交界线这个地方的处理，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领带的话也可以加一点这个明暗关系，比如说暗部的领带的暗部可以稍微这个暗一点，它会有暴露在光照下面的这个部分，大概这样子。然后头发的话，刚才我们有同学问什么头发的那个边，我同学问的是头发这个边缘的这个颜色，还是一样的，就是红色，对吧？加重色。你可以新建一个图层，如果你怕画错的话，新建一个图层完全没问题。在这个边缘这个地方，还是选取这个。保证它的黑白关系不变的，保证这个黑白变化是一个由深亮灰暗的这个变化，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黑白关系。饱和度，看它这个黑白关系，我们刚才在这里画的这个边，这个红色，它是一个在这个暗和亮之间的一个灰色的这个色阶变化，对吧？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这点，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要学会控制明暗关系，学会要努力去控制你的这个对这个颜色黑白，色阶这个变化调子变化的这个掌握能力。这样你就可以快速的去找到这个交界线的这个颜色，然后还能不破坏它的这个黑白关系。刚才这个地方我觉得头发可以来一点阴影。好的，然后是头发画到哪里？画到这里。这里头发，比如说像这里可以加一点这个边缘，轻轻的，不要一笔画下来一样，你可以稍微轻一点，这样的颜色不要画的太重太使劲，要不然后面容易不好把握。其实稍微来一点就行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色调基本的一个手搓的一个明暗的小稿，对吧？如果还想再细一点的话，比如说眼睛，我们眼睛怎么去画？眼睛中间的纯度稍微高一点，有一个这样的渐变。这个地方的眼睛也是有一个纯度的一个灰纯的变化，会通透很多。眼睛加一点灰纯的变化，还有你也可以把这个高光也点上。这个时候这个眼睛看上去有点呆呆的，我们可以加一点高光。高光的话，根据光照的这个光源的颜色，我们同学可以判断出来吧，它的光源的颜色是一个暖色的这个光，那么可以选择像这样的一个颜色，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高光的颜色也是不要选这个死白色，不要选这个很白的颜色，你要让高光也可以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色相会更好一点。暗部的高光稍微暗一点也没关系。然后加深一下高光的边缘。
重色要往右下角取。好，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颜色的这个判断。啊，这个是手搓，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讲的这个手搓的这个感觉，也就是这张这个第一步。那么然后下面就是增加你的细化，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基础上，在你确定好这个色调的基础上，然后再去增加很多细节，比如说你抽发丝呀，或者是用场色，或者是增加一些其他的手段。我们继续来看，好吧？先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小稿色彩小稿。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两条路。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图层模式，用不同的打光图层，其实他们的我们看一下他们的黑白关系其实是差不多的，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用了这个明暗，用了这个图层环境是这种蓝色色彩倾向不会偏蓝吗？对呀，它的暗部的色彩倾向不就是偏蓝色吗？我们的暗部的这个暗部色彩倾向是环境色，亮部的色彩倾向是这个光源色，好吧？上面那个这样也可以啊，这个也是这个没有同学说的，谁说的呀？你同学？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一大段，就是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就是你最后合适，你对它要有一个经验的判断，对吧？你看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看的呀，对吧？我们最终目的是什么？最终目的是你能够把它的这个画出来。怎么说呢？就是它不是说非要这个样这样那样，对吧？它只是对我们的一个判断方法，一个经验方法，好吧？这样这个暗部色彩倾向，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颜色倾向，它是你这个颜色在这个环境中它呈现出来的一个色彩倾向，它不是说直接就取这个蓝色，对不对？我们这个颜色是怎么取的？它在暗部，它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它不就是一个受到一个环境色的影响，所以它会有一个看上去这个地方看上去会偏蓝，对吧？但是其实它不是蓝色，我们前面几节课都在讲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前面几节课一直在训练我们同学去怎么样利用这个灰唇或者是 HSB 的其他值去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效果？就是你虽然你没有用这个蓝色，但是你也可以让这个颜色在这个环境中，让这个颜色在这个环境中去偏向于蓝色，让它看起来是蓝色。我们同学可以看出来吗？可以看出来这个颜色其实是有一个在暗部是有一个偏蓝的这个倾向。我们看一下，是有这个倾向吧？可以看出来吗？看不出来的话就记着，好吧？看不出来就记住，反正它就是这个应该可以看出来吧？它很明显这个像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受到环境影响，这里它是有一个偏冷色的一个变化，对吧？好，这个就是我们色彩，我们画肤色不一定要画这个想要画这个红色不一定就用红色去画蓝色也不一定就用蓝色去画，我们是画它们之间相对的关系。好的，这个是可以看出来是老师头发画的太蓝了。哦，刚才那个同学我在课上已经说过了呀。我刚才在课上不是和他讲过了吗？我同学要认真听哦，认真听。为什么我现在讲话习惯一句话强调很多遍？因为我每次讲完总是有同学会漏听我的话，我很担心，我就是很担心我们同学听没有。我现在总是习惯一句话讲很多遍，我就是很担心我同学会听不到我说话，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头像，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在没在听嘛。好吧，应该能清楚我的意思吗？还有问题的话继续，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再问，好吧？这个
像刚才那个同学说的话，我还是再强调一遍，就是首先第一步是确定什么？确定亮部的这个亮部受光源色影响，暗部受环境色影响。所以，我把思路再说一遍。首先是亮部受光源色影响，我们的光源色可以之前判断过，光源色是暖色，那么它大概光源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在这个地方，它的光是不是一个暖光，对吧？它是一个偏暖色或者是偏黄的这个光，然后它的暗部才受环境色影响，那么它的暗部就是环境色，也就是周围的这个绿色或者是蓝绿色，所以它的暗部才是偏蓝，暗部偏蓝，这个没有问题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去让这个颜色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像这里。像这些地方会受到一些这个环境的影响，它会偏蓝，对吧？这个是在这个基础，在之前这个明暗的色调的基础上，再去进行一些细节的处理，比如说像这些地方还会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再继续去这个改变它的色相，去丰富它的这个色彩，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受到一些继续受到一些继续去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再继续去让它偏蓝或者是偏什么样的颜色，这是两个步骤，两个事件的关系，好吧？然后这个直接，如果你有的时候熟练的话，你可以直接去取，这个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处理方式，好吧？然后刚才一直讲的这个斜修就是这个也是这个是用图层画出来的，明显看出来两个方法其实是这两个方法画出来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其实它只是两个表达方式而已，它没有固定的答案，没有说这个就是一定对的，或者也没有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或者这个对的，这个错的，它只是两个方法不同，你达到的效果呈现出来的这个呈现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就是另一种用图层，它可能会更直接，或者是更力大专飞一点，更无脑一点。但是因为电脑的计算和你自己的这个判断得出来的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嘛，这也是我们同学的这个差异化。你去画一样的东西，虽然是去画一样的东西，但是最后画出来的结果可能有很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没有说什么绝对的错和绝对的这个正确，只是你对它的这个理解和判断是不一样的，好吧？然后这个首先看一下它这个图层，它的这个方式，首先还是这个。还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物，对吧？然后他的这个首先，如果想要去画这个光，要让他的这个环境暗下来，怎么暗下来？就是这个，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正片叠底。我同学是不是在网上是很多教程都会说到什么先要画光，先用正片叠底压暗。其实你用正片叠底压暗和你自己去找这个暗部都是一样的，只是两种方法而已。那么如果你想画，你可以不用画的和这种千篇一律的风格一模一样，你可以找自己的风格，自己去处理，或者是去改变都是可以的，去找自己的风格。然后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正片叠底，你取的颜色应该是这个和环境色差不多的一个颜色，然后饱和度可以稍微高一点，或者纯度明度再稍微低一点，然后把它这个颜色用正片叠底把你的这个颜色盖住，得到一个被压暗过的这个，这个颜色。到时间了吗？还有1分钟，我继续。被压暗的这个是环境色，这个就很简单了，一下子就把这个环境色整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打光2分，
二分做二分，这个我在分享的那个作业图包里边有给大家分享过这个打光。打光的这个不同的光，什么蝴蝶光或者轮波浪光，然后顶光、侧光之类的，这个我们自己去掌握，好吧？然后是这个，然后是这个亮部，把这个亮部用的是这个还是老朋友，颜色简淡涂层，然后用你的这个用它亮部这个你判断出来的这个光的颜色，那么判断出来光颜色是不是大概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就用这个颜色。用这个颜色，然后调到你觉得合适的一个颜色。那么这个是我调过之后，我觉得可以合适的颜色。当然，我们同学也可以自己去发散一下，对吧？你想让这个光的感染力，之前不是有说过这个光和环境的感染力嘛？如果你想让光的感染力更强的话，你也可以让它这个受到的这个。可以让它受到的这个光的这个颜色更强烈一点，都是可以的。比如说这样的话，这个光就是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光纯度感染力很强，但是明度不是很强，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打光的这个效果，对吧？这个是根据你自己想要的这个想要的结果去进行这个修改。像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可能这个时候电脑计算出来的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它只是一个计算的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你可以感觉出来它的头发太红了，对不对？那你可以手动去改一下它其他的一部分的这个颜色，你可以让它这个颜色不要这么红。看一下，你可以手动的去修改一下，都是可以的。这个眼睛也是。手动去修改一下，让它颜色更合理。8点了，那么我们还是老样子，到下课时间了。8:01，那么我们现在到8:02、07或者是08的时候，06或者是07的时候再继续，好吧？休息一会。你说的意思是，你是在回答这个之前那个说太难的那个同学吗？我好像我刚才讲太投入了，有点没看懂你的意思。我现在知道了。对，你说的没错，是这样的。是的，蓝色色彩倾向是环境的颜色。环境的颜色，其实这个简单归纳一下的话，就是亮部是光颜色。其实归根结底，它就是一个逻辑，它最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同学说的这样，亮部受的是光影响，暗部受的是环境的影响。其实没了，我们强调来强调去，就是这样一个亮部。我们的这个基本逻辑说到最后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同学说的没错，我刚才跟您拉萨没搞懂你的意思。现在是8:03，我们再休息一会儿。8:02是。
间差不多了。好的，我们继续。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自己可以去调整这个。这个我们讲这个分析这个参考有2种，不是说有2种方法嘛？一个是自己判断。这个如果是自己判断的话，可能是我们在掌握更熟练一点，或者是这样去做，能够更好的去在创作的时候去锻炼我们对这个颜色的掌握能力。然后打光涂层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更方便、更快速的去帮你把这个大概的色彩小稿的大概的这个色调变化给判断分析出来，分析个差不多。因为我们这个是小稿，我们这个不是正儿八经的创作，对吧？我们这个是小稿，所以它会大概的这个，所以它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去大概的快速的去把这个想要效果分析出来。它有一个比较它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如果你找不到参考，或者是你没有足够的参考，或者你想直接去尝试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打光涂层，可以更快的去计算或者得到后面的结果。比如说你只是随便去找一个色调，找一个环境色是像这样的色调，比较偏冷的一个色调，环境色是这个蓝灰色，然后环境色是蓝色，然后光影的话是一个比较暖的这个红色或者是黄色的颜色。如果你通过这个打光涂层，你就不需要去特意去找。你不需要特意去找这样一个色调的参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找参考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很难快速的去找到你合适的想要的这个参考。那么你就可以去用打光涂层去尝试，快速的把这个大概效果去试出来。这个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优点，主要是看你怎么样去选择。然后其实我们在画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它不是说你用了这个第一个方法，用了自主分析就不能用这个打光涂层，也不是说你用了打光涂层之后就没办法就用自主分析，我们可以2个之间结合起来。后面细化的时候，你完全可以2个方法都用一下。就是你觉得你这个时候你想用什么技能合适，你就用一下，反正最后得出来的这个结果肯定是以结果为重，对吧？想要最后能够得出结果就可以了。喝口水。好，刚才讲到这个直射光。那么我们在光要画出这个亮的感觉，除了这个直射光之外，还有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别人在画的时候会在这个边缘加一层这个颜色，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明暗交界线的这个颜色会有一个色彩的偏向，色散的这个颜色的偏向。那么加上这个，就是让它这个更出效果。好吧，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 buff， 一个技能，这个地方可以去使用的一个技能，因为这样可能会更出效果，对吧？好，这个一般用这像柔光或者是不同，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试一下看什么样的涂层更合适一点，像这种，其实这种也可以，你可以把这个饱和度降低一点就可以了，对吧？像这样，这个多去试一下，像这个像如果这个颜色太强的话，你完全可以试一下把饱和度降低，其实得到的这个后面得到大概效果都是差不多的。好的，然后就是这是3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直射光。压暗，环境色压暗，然后是直射光，然后就是色散，这3个基本要素。那么在这3个基本要素之后呢，再进行一些更加细节的处理。其实基本逻辑只是方法不一样，基本逻辑还是和上面是一样的。那么
然后就是环境光，周围环境有一个这个可以增加一些环境的冷光，对吧？这个是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像覆盖，像这些涂层，这些覆盖涂层，就可以让你的这个颜色，可以让你的颜色更纯度稍微颜色更鲜艳一点，覆盖在上面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太多，不会颜色不会用的太重，对吧？这也是这个是这个涂层让这个环境色覆盖到你的这个物体上面去增加这个物体的这个空间感、体积感，这个也是。这个他们的基本逻辑，他们底层逻辑其实和这个是一样，对吧？这个只不过这个是你自己手搓，你根据你的经验判断，结合之前讲过的这个东西进行手搓出来的这个效果，然后像这个就是这里就是你的直接用涂层，用一个这个覆盖涂层。或者是其他涂层都可以，这个涂层我们同学可以参考一下老师的图层，但这个图层也不是绝对的，你在画的时候主要还是合适最重要，好吧？这个是我习惯用的一些图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然后是这个用这个去把它环境表现出来，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再然后就是你的光，我可以看出来吧？像这里会有一些光晕啊，光的变化，对吧？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一样的覆盖涂层。刚才那个是在暗部覆盖暗部的环境色，那么这个覆盖的是什么？是它的这个光的这个光发散出来的这个光晕的这个效果，它这个就是一个暖色，亮部是暖色，暗部是冷色，还是这个底层，它们的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然后在背景上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背景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发光的。这里会有一些发光的这个特效，也是还是增加它的这个光的感觉。我们要画光，我们上一节课也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知识点也是，如果你要去画光，你不仅要把它的这个明暗关系画出来，还要去表现出来它的这个光晕，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也可以想办法去想方设法打出暴击，打出最后一击，想方设法去增加它的这个光感，也就是光晕的感觉。光感它其实就是光晕，好吧？然后这个是根据参考图分析出来的，根据这个参考图分析出来的这个光效，其实然后这个就是你自己找自己，这个是你自己找的一个你也可以自己去试一下不同的这个双色的对比色的这个搭配。我们之前讲色彩的基本关系的时候，不是有提过这个对比色，生理互补色吗？就是你的眼睛，我们对这个颜色的判断，你的这个亮暗部的色彩倾向，可以使用一个对比色或者是互补色，这样可以更突出它的这个光的感觉，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这也是我们之前这个色彩感知和色彩关系的这个知识点，就可以用到这个里面去了。这个是色彩小稿，我们在画之前怎么样去分析参考的方法。好，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第一节，我们的第一个作业，就是我在作业图包里面给了大家几个参考图，我们可以根据参考图，也就是像刚才老师那样去把它一步一步的分析出来，分析到这个给大家的这个 PSD 里面。然后这个答案它不是固定的，我们同学不用太纠结，还是那句话，大胆画。如果有问题的话，老师帮你指出来，好吧？这个是第一个小作业，第一个作业，然后第二个作业。那么我们在前面两个步骤完成之后，我讨厌图层。
在这。我们这个是讲我们刚才讲的是如何把这个光影分析到这个上面，对不对？那么我们在你确定了这个色彩小稿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去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或者是以这个小稿为基础去画一些更复杂的东西，以你分析出来的或者是你得出来的这个色调为基础去画一个更复杂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角色都可以，好吧？这里我们就直接省去那个部分，直接在这个 Q 版小人上面继续刻画。然后就是这个细化，我们下面看的就是细化，我们下面讲的是细化，也就是最后一步，细化技巧。好，我们的参考图还是这张。好，然后我们这里是这个几个比较常用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边缘突出你的视觉中心，强调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在细化的时候提高完成度，它不是一味的去刻画。我们第一部分不是说了吗？就是减少无用细化。就是不要说每一个角落都去刻画，你要强调你要把这个视觉中心的这个对比拉开，有衬托，有绿叶才能衬托出鲜花，有周围的衬托你才能表现出你这个画面的重点。比如说像这个周围的这个很明显，你的视觉中心是这个脸部，对吧？那么你的脸部就可以稍微就是画的比较清晰一点，像这个周围的这些你都可以稍微虚一点，往后退，让它不要这么这个，不要抢占这个视觉中心的这个词穷了，不要让它太这个突出，让它重点放在视觉中心，不要放在其他地方，好吧？这个是边缘对比度材质刻画，就是把这些东西，把你的这些 buff 全都用在视觉中心上面，这些小手段不要用在无用的地方，不要用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像这个细节，这个发丝视觉中心这个地方，你可以抽一点发丝呀，然后这个细节眼睛增加你的色块中间的这个每一个部分的这个色块的这个增加你的色块的丰富度和这个过渡的这个丰富程度，然后还有这个眼睛内部的这个色块的颜色的这个。画人物的话，不是尤其会刻画这个眼睛吗？所以这个眼睛也是可以稍微刻画一下。这个时候也是要用到这个用到生理明度，你可以去用这个生理明度，比如说像这个黑白关系可以不要改变太多，去在保证它黑白关系差不多的这个基础上，再去增加眼睛内部的这个颜色的变化。让你的颜色互相动起来、跳起来，动起来。好，人物主要就是人物一般都是强调这个视觉中心脸部嘛，眼睛，然后脸部尤其是眼睛，然后第二个就是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头发也是增加细节的发丝，然后颜色的色彩过渡、色块过渡。可以稍微再增加一点这个色块的这个变化程度，色块过渡。然后就是材质刻画的话也是，材质刻画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眼睛可以画的这比较，画的这种像这种颜色比较丰富、比较通透的感觉，然后头发的这个质感。
头发的质感也可以像这中心部分头发质感可以稍微再刻画一下，然后像远处的这个头发质感你也可以稍微刻画一下，但是不要画的比视觉中心这个头发还要细节，这样的话会本末倒置，对吧？其实就是你对这个程度的其实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对这个程度的把握。然后还有一些，再比如说这些细节，像这个领带的话，也可以增加它的这个把明暗交界线或者是明暗相交这个地方的颜色强调一下，然后暗部的颜色让它往后退，然后亮部的这个颜色也提亮，去突出这个黑白的之间的这个对比。然后再比如说这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增加点缀元素。那么我们第一个说，我们这个细化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强调视觉中心。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在强调你画面本身的时候，也可以去丰富画面的点缀元素。比如说，我们看下面这几张，这个像这个也是。除了我们强调视觉中心的这个发丝的这个变化之外，还有它的这个色彩背景的一些色彩变化，颜色常色还是那个常色藏在这个颜色单调的地方。比如说你觉得背景很单调的话，你可以增加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后面加一些背景去表现它这个前后的深度，但是背景不要刻画的比人物不要比人物抢眼就行，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画人物，但是如果你要画风景的话，你的人物就可以稍微简化一点。好，然后还是我们上一节课有说过，就是丰富不同的这个保证明度关系差不多的同时，去丰富它的这个色彩的这个变化。比如像这个背景增加一些这个其他的颜色，让它的颜色流动起来。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点缀元素，比如说像这里这个小蝴蝶，你可以加一点这个小点点小蝴蝶，去增加画面这个零散的东西。比如说在这里加一些装饰或者是小卡子，去增加我们画面里面零碎的东西。再比如说像这张的话，像这张图片，就是它本来可能本来这个人物他穿着这个白色的衣服，然后这个翅膀也是白色的，周围的这个环境除了周围的颜色可能会很单调，这个时候就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点缀元素。比如说这个人物抱着这个花，这个紫色的这个花，它就是一个画面中的点缀元素。再比如说视觉引导，如果你觉得这个紫色的花不够，你还想再让它颜色在画面再丰富一点，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这个丝带，我比较喜欢用丝带，因为这个丝带很容易还有你画长头发的角色的时候，头发也可以代替这个丝带去做一个视觉引导，或者是画面里面的这个线条，增加画面的这个构成线条的这个作用。你看它的这个线条就是最后都聚集在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个视觉中心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这幅照片这幅图片的这个视觉中心就是它抱着花的这个面部这个地方，所以它这里的这个丝带和花就起到一个丰富色彩点缀元素，然后还有起到一个视觉引导的作用。然后像这张也是，这张的话，这张可能如果你只画一个这个人物在这里的话，它的这个颜色会比较单调。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彩色的丝带作为点缀元素，它有一种周围的这个从中间分散出去，都一样啊。如果都是一样的呀。如果你是像这样看的话，
它就是分散出去。如果它的运动轨迹是这样的话，就是分散出去的，对不对？如果你的这个运动轨迹是这样，如果运动轨迹是这样去看的话，它不就是聚焦过去的吗？它其实这个不要太钻牛角尖，它就是一个轨迹，它其实就是一个轨迹和这个画面的这个形状。哎呦，它其实就是我的橡皮怎么回事？它就是一个画面的形状，丰富我们的画面的这个形状。好吧，其实你不管是往外散还是往中间去聚焦，它都是从这个点出发，对不对？如果你是往外扩散，它也是从这个点出发；如果是往内聚焦，它就这个点；如果是往外扩散，它就是从这个点出发；如果是往内聚焦的话，它就是往这个点去终点，它其实就是一个终点和起点的区别，它其实都是这个最后引导的这个点都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个是你的这个，它是一个这个结构上的这个线条上的这个形。往外发散的话也可以呀，它也是一个动态的效果，丰富的效果。然后再比如说像这个，它这个彩带表现的一个动态效果，就是有一个两边的彩带往中间去往中间喷射战士，往中间发射的感觉。如果不看这个彩带的话，它单是一个波奇酱站在这里，可能它的颜色会有点单调。那么这个时候你人物很单调的话，你就要在画面的点，你就可以在画面的点缀元素上面，去下功夫。再比如说像这个人物他也是很简单的去穿了一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黑白的配色，穿的白色的衣服，但是还是周围环境的点缀，还有这个彩带的点缀，因为我比较喜欢画简单一点的人物，所以我经常画这种穿的比较画的比较简单一点的。因为我们有的这个你去画的时候，不是有的同学会喜欢画那种很华，就是如果你画的人物穿着很华丽的话，可以增加我们画面的这个效果。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同学画的东西太简单了，可能就不知道怎么样去丰富画面的这个完成度。其实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是不去纠结他的衣服的这个复杂华丽的这个程度，你也可以在周围的这个点缀增加一些其他的点缀元素，从另一个角度去出发。这个是点缀元素，好吧？这个是细化的两个技巧。好，下面我们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你也可以在画完之后稍微去使用一下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曲线去稍微你在画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去调整一下稍微去调整一下颜色的这个搭配。喝一口水。曲线的话，虽然我们不常用，但是后面其实都会用到。我们在这里也强调一下，就是曲线它是什么原理呢？我们来看一下，不管是哪个软件，它曲线都是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原理，好吧？色相曲线。首先，我们曲线它是有四个值，一个是红绿蓝，也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我们之前在讲的时候，有说到这个色彩的三原色红绿蓝，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三原色是为什么是这个红绿蓝？因为红绿蓝是色彩的三原色，通过这个三原色的调整。通过调整三原色，其实就可以调出50种颜色。好，那上面还有一个伽马是什么意思呢？
伽马就是它的这个明暗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对不对？它就是明暗的关系。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像最右上角这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右上角的点往下拉，它颜色就会变调子。这个是调整我们的色调。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个颜色，我们的这个影响画面色彩的2个因素，一个是黑白，一个是黑白调子，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颜色自身。那么下面这3个是颜色自身，上面这个就是它的调子。比如说，如果你感觉它的颜色有点暗，你可以往下一点。这个地方是中间，这个地方我们固定一下，这个地方是中间值，对不对？中间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也固定，我们去调这个，你就可以，我们去只去调右上角这个，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个地方调整的是它的这个亮部的颜色。好，然后你把这个固定的去调这个很明显，这个地方越往下，这个地方就是调整它的这个暗部的这个明度，对吧？那么我们能看懂吗？如果你把它这个中间这个值固定的话，就是这样调，很明显，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画面的明暗对比，它的调子就变长，它的明暗对比就会变强烈。如果是反过来呢，它的明暗对比就会变弱，对吧？我们同学可以看懂吗？你其实如果你搞不懂的话，你可以像我刚才那样去试一下就可以感觉出来。它是一个亮灰暗。那么中间这个点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对灰色部分的这个调整。比如说，我们再看这幅图片，它的这个很明显，这个地方是最亮的一个部分，这个地方是最暗的一个部分，那么中间这个部分是灰色，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把这2个地方固定住，去调它中间值，你会发现它变化最明显的是灰色部分，对吧？好，这个，然后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你清楚了这个曲线的这个伽马这条线呢，如果你能掌握这个的话，那么你的画面的这个你就能掌握你的画面的，你就可以去调整你手动的去调整你的画面的这个调子了。好，比如说像这个最右上角这个颜色就是它的这个最亮的部分，你可以控制它最亮的部分往下的话，它整体的画面就会暗下来。然后如果你这样的话，如果你这样倒过来的话，它就很明显，它这个画面的这个黑白关系，整体的黑白关系就会反过来。好，这个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这个画面的这个调子。之前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明度9调。放到这个有颜色的这个部分也是一样的。用这个颜色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它这样反过来的话，它的黑白关系，它的黑白不仅是黑白关系，它的其他的这个值也会稍微有相反的这个感觉。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先不要看，还是先确定它中间地带，然后确定这个，你去调整它的亮部的话，很明显它这个亮部的颜色会变亮，对吧？然后再去调暗部的颜色，像这样就是很明显，让它的明暗对比拉得很强烈。如果反过来的话，稍微反过来一点，太那个，然后这样的话，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对比，它的这个调子就会变得比较平缓。好，这个是伽马。那么我们仍然看这个第2张黑白。那么第一个红色如果你有一张黑白的图片，或者是一张素描的图片，如何一笔不动让它有颜色？你可以直接如果你的素描关系非常的
非常层次比较多，或者是比较丰富的话，非常丰富的话，然后色彩关系稍微丰富一点的话，你也可以一笔不动让你的画面有颜色，比如说红色，还是先确定中间值，那么往右，你就会感觉到它这个亮部，这边还是控制亮部的这个颜色，那么它这里的亮部的颜色是不是就偏红了？因为这里的这个纸是红色纸嘛，然后这个暗部其实有一个对比，所以看起来会有一点青。为什么？因为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暗部的这个颜色是发青的？因为它们之间是一个互补色，对吧？互补色，那么这个往下就会更明显一点。好，这样就很明显。这个红色，你在这个红色在这个平均值往上的话，它的这个亮部，这里控制的这个亮部的颜色就会偏红，也就是这个颜色。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再把这里控制的是偏暗的这个地方，那么把这里这个暗部往下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向相反的一个色相去改变。那么它相反的一个色相就是它的对比，它的互补色就是180度对立的这个颜色。那么它就会往这个颜色去偏。好了，然后这个也是这样去调。如果你反过来的话，那么它的这个颜色变化就是相反的。还是先控制中间的这个颜色，然后你把这个亮部高调的这个部分往下拉，那么它们这个高调的这个部分就会偏这个颜色，就会偏青色。然后反过来的话，你把低调的这个颜色往上拉，往红色拉，那么它的暗部的颜色就会偏向于这个红色。这个就是曲线的这个原理。好，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往上它们就是绿色，下面的是紫色、品红色，对吧？这个就是绿色和品红色这样一个的一个色彩的变化。好，蓝色也是，上面的是蓝色，然后再往下还有变黄，这个是高调的部分是蓝色，下面的部分是黄色。反过来的话就是反过来的一个色调。那么因为我们说过3原色可以调出无数种颜色，所以你用这个你稍微结合一下，它就会可以调出很多其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我刚才调的什么颜色？刚才调了蓝色和绿色，对吧？蓝色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这个是蓝色，那么我们把高亮部分是让它变成蓝色，同时在高亮部分再加一点这个绿色。那么蓝色和绿色之间，蓝色和这个不是往下是红色，对不起，反了，绿色。好，它是青色，我们可以看出来吗？这个时候这个亮部它其实是一个蓝色和绿色之间，也就是大概是这个颜色，它们的色彩变化。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个3原色的变化，其实我们是可以调出很多种颜色的。像这个再比如说这个暗部的话，像这里蓝色，这里的这个暗部的看这个地方，看这个字，这个蓝色暗部的这个蓝色，让它蓝色减少蓝色，那么它们的暗部的这个黄色就会增加这个黄色，对吧？然后同时绿色的这个暗部，绿色这个色域的这个暗部增加品红色，那么它就是一个黄色和品红色之间的一个颜色，也就是偏红的一个这个颜色，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暗部是不是大概是在这个，也就是在这个品红色和黄色之间的一个这个颜色，是这个颜色，对吧？
就是这个就是曲线的调色。那么刚才我们看的是黑白的图片，我们还可以有颜色的这个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稍微去调一下你的这个色调。有颜色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上面这个也是一样的，但是它就是在这个有颜色的基础上去改变它的颜色。比如说还是先确定一下中间的颜色。那么高亮的地方，高亮的地方，如果去增加它高调的地方的绿色的话，高明度的地方的绿色，那么它这个颜色就会这个浅色就会偏绿，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暗部往下，那么它这个暗部就会偏这个平红色。这个是曲线的调色，你可以根据曲线去改变你的这个画这个颜色的这个色相。然后红色也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不够红的话，你就这样拼命的加到厌倦。好，这样稍微去调整一下，这样就是一个红色，大部分是红色，然后暗部的话稍微有一点点偏这个青色的一个色调。你可以手动的去修改这个颜色的这个色相。看一下，原来是这样，你去改过之后，它的颜色变化是不是很明显？有一个这样的变化。这个是曲线原理。那么我们创作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灵感，我们不能一直抄照片，对吧？我们不可能画什么都一直对着照片去画。有的时候我们去创作的话，其实就是把这个元素，把你积累的这些元素和素材全都表现在同一个这个画面上。那么它可以分成，我们在画之前要有一个大的思路。那么我们的总思路是什么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那么创作和练习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创作的话，你可能就会更灵活一点，更多你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表达。比如还是一样，是两个，它是两条路，一个是比如说像这些。我们有一个假设状态和真实状态，就是我们有的图片，它是可能是完全靠想象，像做梦一样，像梦游一样，非常的抽象。然后还有一些图片，它就是偏向于写实的。这就是我们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在去确定思路的时候，就要有这样一个选择，有这样一个意识，你到底是想画假设一点的状态呢，还是想画很真实的这个状态？这样我们要清楚我们到底是想去做什么，想去画什么，然后才可以去，然后后面去画的时候就不会疑惑。好，假设状态的话，其实我们画的时候都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可能是半假设或者是完全假设。比如说像这个半假设，它就是稍微考虑了一下物理上的关系。比如说像这个人飘在这个半空中，他还是有一个还是稍微考虑了一下牛顿的感受的，还是有一点物理上的变化的，物理上的这个考虑物理上的变化的。比如说第一张这个人他是一个下坠的状态，那么他的这个头发这里它是一个这样飘下来的，他的头发是一个这样根据他下坠的方向去飘下来的一个感觉，他稍微考虑了一下物理的关系。那么再比如说这张他的裙子，虽然这个人是飘起来的，但是他的裙子也会有一些
裙子的这个裙摆的摆动，也会稍微考虑一下这个人体的这个动态，是根据这个人体动态去走的。好，这是膝盖，这是他的腿，这是他的另一条腿，两个腿，然后他的身体是这个样子，他的这个衣服也是考虑了一下物理的这个考虑了人体的动态去摆的这个裙子。然后再比如说这个虽然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不是抽象，比较玄幻比较幻想一点的这个场景，但它衣服有一个飘动，对吧？但它还是设定在一个情景范围，场景它是相对设定在一个场景范围里面的。然后像这个下面还有一些完全假设的状态，就是物理学不存在的，比如说像这个还有这两张你都其实我们完全光看的话是完全想象不到它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状态里，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环境。可能像是摄影棚或者是像做梦一样，对吧？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在干嘛，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这个就是完全的假设。再比如说这个人站在这个机翼上，也是非常也是很不可能，在现实当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这个场景，这个就是完全假设。好，这两边都是像这边这个都是这边这个都是这个偏向于这个想象和这个你在画这页的时候就不用太过于去考虑物理的关系。这样的话，它们的特点就是色彩倾向会更丰富、更大胆一点。像这些颜色，它都会更不用考虑太多实际的这个，像比如说实际的光，刚才我们讨论的什么光源色、环境色，这个可能会更大胆一点，更偏向于想象一点。然后这个构图方面的话，构图也会更大胆一点，或者你直接站飞机上也可以，直接飘起来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偏向于像这边这些，就是偏向于真实状态的一个场景。比如说这个是很实在的，是比如说第一张就是很实打实的两个人坐在房子中间，对吧？然后外面有这个叶子。然后第二张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场景，非常真实的这个人站在这个黑夜，拿着一根仙女棒，然后脸被照亮的感觉。然后像这个这张的话也是，它是一个它是这个人这个戴帽王蹲在这个蹲在这个地方，然后周围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场地，他们都是考虑了很多真实的场景，考虑了很多真实的光影关系，比如说像这个仙女棒照亮这个暖光，在黑夜的环境里用这个暖光照亮这个人的面部，这个是像这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两个，一个是你的光，还有你的这个环境，这个就是和刚才一样，就是非常真实的考虑真实的一个效果。那么其实它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在画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路去选择哪一条很像你玩的游戏，它有很多支线，每一条支线都可以从小白开始走到结局，但是你选的支线不一样，那么你的这个冒险的旅途，整个这个旅途虽然它都完成了一幅画，但是它的这个走的这个旅途是不一样的。你选的这个可能有的人就把这个游戏玩成了玩一样的游戏，你玩的方法不一样，你最后体验感也不一样。有的人把它玩成单机游戏，有的人把它玩成解谜游戏，还有人完成恋爱游戏，都是你选择了不同的这个选择的不同。再比如说
那么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因为我们下一节课不是，我们最后的节课作业不是让大家去画有一个自由创作，最后一节课自由创作的这个作业嘛。首先是在选择倾向上，我们看这些，这个就是我们选择倾向可以得到的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游戏体验。那么再比如说像，不行，我嗓子有点不行。比如说像这个它的这个光影比较明显，它有一束光照在这个裙子上面，它的这个亮部是这种很亮的这个黄绿色，然后暗部是一个偏冷的这个颜色，然后中间还有透光，对吧？这张就是偏光影的颜色，然后这张也是光影很强，有光影的一幅作品。它是在这个黑夜的环境里面，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被暖光照耀这样一个表现的这个场景。然后像这张的话，它就没有过于强烈的这个光影，它更多的是偏向于构成的表现，对吧？它偏向于这个头发的这个形状呀，或者是这个翅膀羽毛的这个形状。这张就是没有强烈的光影，它偏向于的是色彩呀，它的这个细节处的这个色彩的变化，还有它这个构成这个画面内容的构成，还有这个小点点的这个感觉。然后这张也是很明显有一个光影的变化。这个是第一个氛围的选择上面，我们可以选择偏光影的，也可以选择偏平面的光影。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在上色方式上面，它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偏素描的关系，一个是偏色彩的关系。当然，你选择中间，色彩和素描互相结合一下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像这张的话，它就没有太多的，没有过多的这个色彩关系。这张的色彩也是比较单一的，它更多的是素描黑白关系，还有形状的，构图的，还有构图之类的，关系。然后这张的话，它的颜色，先看下面吧。然后这两张也很明显，它的这个素描明暗关系好像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它的这个它的色彩很丰富。在这个尤其是头发，它这个色彩变化上面比较多。然后再比如说像这张的话，它不仅仅色彩变化比较丰富，它的这个黑白关系也会有一点黑白关系、素描关系。像这张也是，这张的话，这张也是不仅它的这个素描关系比较明显，它的这个颜色色彩方面，背景的这个很红的叶子也是很红的叶子也比较，在这张画面里面也比较注重这个背景颜色，整体颜色的这个红色和蓝色这样冷暖的一个颜色变化。然后它的这个桌椅的这个素描的这个，还有这个桌面的反光这些的这个细节的变化，还有这个小的这个小的这个材质的这个变化，也会稍微结合一下，这个就是偏向于中间的这个地方。那么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你的画面内容。你的画面内容，比如说你想要去增加一些什么意象或者是什么元素，比如说第一张它的这个人物其实不是只露了一个眼睛，还有这张也是，它其实只露了一个眼睛，它的这个大部分都是
都是周围的点缀元素，对吧？比如说这张就是完全是在画儿子，完全是在画这个大儿子。然后这张里面的意象也很明显是在画这个大金鱼、大眼珠子。这张也是更注重于元素和质感意象象征的意象。我的意象是不是打错了？意象，意象。偷梁换柱。好像这个也是，这个基本上这个人物基本上只是露了一只眼睛，他们更多的是周围的花。还有像这个很明显，它这个点缀的元素就是这个蝴蝶，大蓝闪蝶，象征着这个春天的这个生命力的感觉。然后再比如说像这个像这个里面加的意象就是希望太阳，对吧？像这种有一种百废待兴的感觉，或者是刚大战一场，刚打赢的感觉。这就是这个太阳给人的这个太阳的意象。再比如说这个翅膀，天使翅膀是给人一种比较柔软的感觉，然后这个草地绿色也是比较有生命力的一个场景和颜色。还有这个彩带象征着什么？也是象征着一个活力、朝气蓬勃，或者是舞台焦点的感觉。那这个就是最后你在内容选择上有一个象征意象，可以增加很多象征的意象。然后也就是你选择的这个元素。再比如说质感的塑造也就是你的这个笔刷，我们之前有强调过笔刷的运用的话，你在画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有质感的笔刷去表现，但是你可以用一些有质感，你在刻画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有质感的笔刷，但是不要让你的笔刷不要让别人看出你的意图。比如说像这个有纹理的笔刷，你可以加很多纹理，但是不要让人看出来不要让人很明显的看出来你这里是用笔刷这样随便画。你如果想有这个笔触的感觉的话，一定要其实就像什么非常看上去不经意，但是其实是很刻意的感觉。好吧，掌握对笔刷的掌握要这个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是风格。当然我们现在不急着去找风格，因为你后面你画多了，慢慢就会有自己的风格。因为风格它是你对这个画面的一些是你对自己不同的这个画面表达的理解，你要在这个实践当中去慢慢的摸索。风格它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模仿出来的。风格的基础还是要在基础扎实的，先把基础扎实了之后，你自然而然慢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风格。这个是这个后面你去这个你在去画一幅作品之前，
你再去创作之前，首先要考虑的3件事情，要选择的3个方向，好吧？因为这些不同的选择，然后我们通过这些不同的选择，就可以画出很多不同的让你的画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内容，不是千篇一律的这个感觉。那么我们今天的作业就是一开始我示范的这个东西。首先第一步，你在我们给出的这个参考里面去做一个打光练习。通过我们介绍了2种方法，一个是手搓，还有一个是用图层去打光。你2种方法都可以选择，它没有固定的答案。总之，最后效果好看就可以。好看不出来的话，老师帮你看。总之你要大胆去画，你要迈出第一步，迈出这一步，对吧？这个是第一个打光练习。然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发挥你的想象力，让去根据我们课堂上讲的这些方法去增加你的画面完成度，稍微去稍微丰富一下这个画面。这个是今天的这个作业，好吧？我们的虽然说看上去很困难，但是其实这两个步骤我们在上课 PPT 里面都有答案，对不对？我们上课也都示范过了，所以其实看上去很困难，但是我已经把底图都给大家了，对不对？我虽然看上去很难，但是我已经把前面的很多的这个工作都已经做好了，给打包好发给大家了。我们只需要站在他的肩膀上，继续进一步去这个做这个色彩练习，进一步去做练习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小练习的内容。最后我们教的时候可以把参考图也贴上，好吧？这样比较好改一点。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交的这个作业。其实很简单，和前面的比，是不是？其实只有这4张图片了。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像这张选作也完全可以，像这张选作也可以不用做的。如果保守一点的话，其实你只要交这几张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的作业，好吧？这个是正好时间正好。那么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在群里面问呢？结束。